他被称为巾帼宰相，文采足以评点天下文章，却在一场政变中被杀。在大唐的政坛上，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她素有巾帼宰相之称，她文采斐然，对政治的见解也远远超过当时的很多男性。她是武则天身边最信任的女性，与武则天一起引领了武周的政治风向。在武则天死后，她不但没有遭到清算，反而获得了唐中宗李显的进一步提拔。他在韦后之乱中被李隆基赐死，让天下文人为之痛惜。他被封为昭仪，以礼厚葬，死后墓葬又被彻底损毁。他的一生足够传奇，却也十分悲情。他就是大唐宰相上官仪的孙女，武则天身边御用秘书上官婉儿。上官婉儿如何被武则天看中，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？武则天对于上官婉儿有灭门之仇，上官婉儿难道就没有想过要报仇吗？在武则天死后，上官婉儿为什么能够得到李显的重用？李隆基又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上官婉儿？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巾帼宰相上官婉儿的故事。上官婉儿出生在公元664年，是陕西陕州人。本来她应该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高门贵女，但是她出生仅1年之后，她的爷爷上官仪因为帮李治草拟废除武则天皇后之位的诏书，而被李治当成了替罪羊。上官家族的男性全部被武则天杀死。在这众多男性中，既有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，也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之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被没入后宫做奴婢，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但是上官婉儿还是依靠自己过人的才华，被武则天选中，成为近臣女官，改写了命运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过人的文学天赋确实是可以遗传的。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虽然以御用文人的身份成为宰相，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，但是在唐代的文学史上却是不能不被提及的，开创了一时文风的文坛魁首。上官仪的诗歌以错婉媚，注重形式和声律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六朝以来浮华雕琢的诗风。同时，上官仪规范了诗歌声律的要求，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。上官婉儿天性聪颖，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，但是她的母亲郑氏夫人也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女性。在劳动之余，郑氏夫人并没有忘记培养上官婉儿读书学习的兴趣。上官婉儿自己也很用功。俗话说得好，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。上官婉儿14岁的时候，她的才名就在宫中传开了。武则天听说上官婉儿才华出众，就把她招来亲自测试，准备量才任用。上官婉儿用一首《采书院》成功地打动了女皇。夜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露浓香背冷，月落锦屏虚。欲奏江南曲，贪风寄北书。书中无别意，唯唱久离居。这首诗意境混融，不但克服了六朝以来注重雕饰、言之无物的弊病，而且词句清新凝练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在电视剧中，这首诗被认为是少女时期的婉儿写给太子李贤的传情之作。其实，婉儿和太子之间几乎没有可能产生爱情，这只是少女上官婉儿在模拟前人诗歌的基础上，加入自己对爱情和相思的想象写出的一首诗。尤其是“露浓香背冷，月落锦屏虚”一句，意境幽微，心理情态表达细腻，是千古相思诗歌中的名句。上官婉儿被武则天留在身边，迎来了自己命运的转折。从官职上来说，上官婉儿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凤阁舍人，实际上却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内宰相，权势很盛。除了政治法令的起草工作，上官婉儿还在武则天授意下品评天下文人的文章。凡经过上官婉儿点评的诗作，文坛众人无不心服口服。在唐中宗李显时期，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，与众多文人作诗唱和，对当时的文人雅士多有题写。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，上官婉儿拓宽了山水诗的题材，以自然之笔写山水之韵，被后世文人认为颇有名士之风。有人可能会疑惑，武则天重用上官婉儿，难道就不怕她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报仇吗？首先，上官婉儿之所以放弃报仇，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报仇只是以鸡蛋碰石头，不但不会成功，还可能把更多的家人置于死地。其次，婉儿对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并没有什么记忆，所以报仇的思想并不强烈，反倒是武则天对她的知遇之恩，让她不忍心对武则天下手。最重要的是，婉儿也许早就明白，只有自己在女皇身边努力工作，才能换来更高的地位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，这样也才有机会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洗清冤屈，甚至还可以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官职。
在神龙政变之后，武则天被迫退位，上官婉儿其实可以接受新皇帝李显对她的邀请，继续做御用文人的。但是上官婉儿选择陪着武则天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这就说明婉儿对武则天是有感情的。武则天驾崩之后，上官婉儿又回到李显身边，继续做起草诏书的女官。李显对上官婉儿的重用，既有惜才之心，也有平衡当时朝中活跃的各派势力的考量。上官婉儿与韦后交情不错，又是武家代表人武三思的情妇，而婉儿的才名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启用她可以尽快收拢文人的心。李显对上官婉儿既有重用，也有宠信，他把上官婉儿的母亲追封为沛国夫人，并且赏赐给她很多的金银财宝，让婉儿住在宫外豪华的寓所中，可以随意结交男宠，并将关系特殊的男宠引荐到朝廷里来做官。这些行为加强了上官婉儿的势力，但上官婉儿并不满足。为了进一步加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，婉儿积极支持韦后效仿武则天称帝，并且向唐中宗李显推荐了自己的情人武三思。武三思在李显和韦后的支持下，对发动神龙政变的元老功臣们大肆打击，相继贬杀了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辉、袁术乙等武王，一时权势大盛。上官婉儿则经常在诏书中对李唐皇室中的其他人，尤其是太子李重俊多有贬斥，引起太子李重俊的愤怒。公元707年，李重俊以杀死上官婉儿为名发动政变，但聪明的上官婉儿把自己和唐中宗韦后的性命绑在一起，让李显调动了皇家军队镇压李重俊的政变。最后，李重俊政变失败被杀。这一次，武三思等人都没能幸免于难。他们的死让上官婉儿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和李唐皇室中人建立关系，韦后这条船也许也快要沉没了。这时候比韦后权势更盛的是太平公主。婉儿投靠太平公主之后，又坚决反对李显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，以此取得太平公主对她的信任。公元710年，李显驾崩，韦后一党积极争夺最高权力，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则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诛除韦后一党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婉儿成了韦后和太平公主两面都在拉拢的人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上官婉儿拟了一份诏书，试图平衡各方势力。诏书上本来的安排是立李重茂为皇太子，相王李旦辅政，由韦后摄政。然而宰相宗楚客、韦温等人更改诏书，要让韦后效仿武则天。李隆基决定趁韦后一党准备不足时，突然发动政变，将韦后和他的党羽一网打尽，拥立父亲李旦为皇帝。对于这次政变，上官婉儿早有准备，他满心以为自己企图平衡各种势力的用心会被李隆基看到，于是他带领众多宫女积极迎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进宫，并拿出自己草拟的诏书，证明自己是和李唐皇族站在一边的。这一次，上官婉儿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李隆基是何等聪明的人，他会看不出上官婉儿手鼠两端，摇摆不定吗？他会因为上官婉儿的才情就赦免他的死罪吗？李隆基一定要杀死上官婉儿，因为婉儿与太平公主关系很好，留着她终究是给自己留下一个不简单的对手。而且李隆基对于上官婉儿这种弄权的女性有一种本能的仇视。从前他的生母窦德妃因为出言不慎被武则天赐死，此次又经历了韦后之乱，目睹了女性乱政给国家造成的动荡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太平公主还会是自己的强敌，这一切都足以让李隆基下定决心诛杀上官婉儿。于是，在公元710年的一个寒夜，上官婉儿就猝不及防地迎来了她生命的终结。这一年才46岁的上官婉儿，就在这场唐隆政变中香消玉殒了。上官婉儿的人品虽然很有争议，但是在她死后，还是有很多文人士子为她感到惋惜。太平公主也深为上官婉儿的死亡感到哀伤，她派人前去吊唁，并且拿出500匹绢抚恤上官婉儿的家人。不久，上官婉儿被复位昭容，依礼厚葬。李隆基命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作，编纂成册。唐人编纂的《上官婉儿诗集》现在已经失传，只剩下《全唐诗》收录的32首诗歌。在太平公主得势时，上官婉儿虽然被李隆基杀死，但总还留着作为昭容的体面，墓葬规则也与身份相匹配。后来，因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斗争失败，上官婉儿虽然死去，却又受到了株连。2013年，考古学家在咸阳魏城发现了上官婉儿的墓葬，墓葬被严重毁坏，没有发现棺椁，只有官方毁墓才能做得这么彻底。上官婉儿因与武则天的男宠莲花六郎张昌宗有私情，被武则天发现后，武则天一气之下将一把刀扔向上官婉儿，这把刀正好刺中眉心。随后，武则天气不过，又命人把上官婉儿关了起来。
不久，武则天因为怜惜上官婉儿的才情，才又把她放出来，再次回到自己身边工作。为了遮掩自己眉心的伤痕，婉儿在自己的眉心刺上了一朵红梅，这个红梅妆让她更添了几分姿色。宫女们见了也争相效仿，一时竟成为一种潮流。婉儿的一生虽然有多个情夫，但却没有一段真挚的爱情。虽然也曾位高权重，但终究还只是武则天的奴才。虽然写过很多诗歌，但却很少在诗歌中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。就连受了伤，也只能用红梅妆加以遮掩。有人指责她政治立场不坚定，品行不好。但是对于一个身世沉浮、雨打萍的女子来说，也许我们更应该对她多一些同情吧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